好，天兔台风的暴风圈呢，今天晚上就会触及恒春的陆地，那么高屏、恒春还有花东都会出现好大雨。台风的详细情形交给气象主播潘兆文。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天兔台风的最新动态啊。我们来看一下，就在今天的11点半刚刚出炉的天兔台风的警报单。目前呢，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鹅銮鼻的西南方，大约是160公里的海面上，而且呢，它的速度很明显的减慢了。现在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呢，是以5公里的速度朝着台湾而来，从8公里转为5公里，这代表什么呢？影响我们的时间又再度拉长了。为什么会再减弱呢？而且又会变慢呢？主要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啊，逐渐比我们预期的减弱的还要来得快。那么这也让它的路径往西偏移，那么它又正要北转上来嘛，要来台湾啊，因此速度就减慢，这也代表影响我们时间再度延后。我们几个时间点提醒给各位观众朋友注意了，包含呢是今天深夜的时候，暴风圈会触及台湾的这个南部陆地，那么现在预计呢，可能是在恒春一带。那明天下半天中心才会登陆，登陆之后呢，它就会快速的减弱，有机会在台湾的上空变成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你看哦，这个原本它的这些暴风半径这么大，但是它登陆之后啊，一旦呢暴风圈触及了台湾陆地之后，这个圈圈减少了，也就是它的强度大幅的减弱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云图，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现在它的7级暴风半径是来到了120公里，10级的暴风半径现在也缩小了，来到了30公里。那么明天中心登陆之后，它可能还会再减弱，有可能登陆的时候呢，这个天兔台风是轻台的下限，但是虽然是轻台下限，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啊，因为它的核心环流依旧非常的强。我们从另外一张图来告诉你了，现在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来到了每秒30公尺，也就是10级风。但是你看看哦，它的核心环流这个黑色、白色的地方依旧是强的呀。所以呢，它登陆台湾之后呢，这个恒春半岛啦、屏东地区啦、台东地区依旧是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风雨。那么今天晚上暴风圈就会逐渐触及了恒春的陆地了，所以恒春在今天晚上开始很有可能就会出现10级的强阵风。那未来的降雨又是如何呢？好，以今天白天来讲，都是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因此包含像是台东啦、恒春地区啊，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但是呢，到了这个晚上开始，暴风圈够到了台湾的陆地之后，恒春半岛雨开始下大了。另外，台东雨势也会慢慢加大。那么风雨的最大值会在什么时候呢？很有可能就在明天的下半天中心登陆之后。那么登陆之后呢，雨势就会快速的累加，包含像是台东地区，还有呢花莲地区、恒春半岛、高雄以及屏东都会有局部的豪大雨出现。我们从动画路径图带来分析哦，这个它登陆的点究竟会在哪里呢？好，以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认为它有可能是在屏东一直到恒春半岛这一带来登陆。那么现在也有气象专家预估呢，它的登陆点会在往南一点点，也就是在枋山、枋寮一带。另外呢，这个前气象局长郑明典他也表示说，虽然这一条路径中央气象署是预估说它会登陆台湾的屏东陆地，然后中心再逐渐出海，但是它真的会一路往东吗？那可未必哦。这个天兔登陆之后，未必会往东北来移动。为什么？因为就是呢，台风强度减弱的太快了，因此呢，减弱太快之后，它就会被低层的风向给影响，这个权重比较大，所以说它有可能就会被往西北来推。那这样的可能性大吗？好，以目前的资料看起来，的确有机会，它可能又会往这个西北来走，但是几率是比较低的，所以中央气象署才会预估说，它会从这个屏东的陆地登陆之后，就在呢台湾的上空减弱变成热带性低气压。虽然它登陆的时候可能是轻台的下限哦，而且呢这个屏东地区、恒春半岛会刮起10级风，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那很多人就在问啦，现在台北出大太阳嘛，那恒春半岛在下雨啊，其
其他地方呢，这个台风的影响程度又会是如何？好，我告诉大家，这个暴风圈接近之后呢，甚至登陆之后呢，所谓的强风豪雨区就在恒春半岛、屏东还有台东地区，那包含像是高雄啦，还有南花莲地区也会有一些呢豪大雨出现。不过像是整个西半部一带哦，苗栗一直到这个台南一带，可能比较没有太大的感觉，所以哦，位在这个暴风圈所笼罩的地方，真的要特别的加强警戒了。另外，现在沿海的风浪也是属于蛮强蛮大的哈，包含像是呢恒春半岛，现在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有4到6米的长浪。另外，像是基隆北海岸啦、恒春半岛啦，还有屏东地区啦、兰屿跟绿岛，在今天白天开始可能都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哦。另外，随着台风中心逐渐的登陆，那么暴风圈逐渐触及台湾陆地之后，恒春半岛首当其冲，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那么什么时候风雨会逐渐的减小呢？好，很有可能就在明天登陆之后，那么到了明天的下半天，白天的下半天，这个风雨才会逐渐的减少。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台风动态了。